大家好，这里是茶余饭后，点击订阅，让你的时光不再孤单。2009年8月27日这一天，香港半个娱乐圈的人都陷入了一片伤痛当中，各大明星纷纷出动，为了一个人的离开送上最后一程。这个享年仅有54岁的男人，就是人送外号大傻的演员陈奎安。不知不觉，他已经离开我们10多年了。提到陈奎安的名字，观众或许对他印象有些模糊，但是70后、80后们如果在年少时经常看港片，对他一定相当熟悉。他是港片当中出镜率相当高的反派人物，他演过黑帮大佬、地痞流氓、市井无赖、街头小混混。他是跟黄光亮、李兆基和家驹并驾齐名的影坛4大恶人。当年的他曾经红极一时，虽然现在他不在人世了，但是光影世界里的他依旧鲜活生动。回顾那些经典港片，再次看到他的精彩表演，似乎他从来没有离开过一代人的青春回忆。1955年，陈奎安出生在香港的一个普通农户家庭，程家是寒门，生活本来就不富裕。陈奎安有一个姐姐，4个兄弟，张嘴吃饭的人比赚钱的人还多，所以程家的孩子刚刚成年，就要想方设法为父母分担养家重任。后来因为交不起学费，陈奎安跟着哥哥一起跑到邵氏电影公司找工作。那个时候，香港电影发展迅猛，树大招风的邵氏俨然成为行业当中的龙头老大，自然也吸引很多年轻人进来依靠。因为长得不好看，也没啥特长，所以当时电影厂只给他提供了一个卖苦力的活儿，就是搬运摄影器材、布景道具的勤杂工。这种体力活干了一段时间后，陈奎安觉得没啥发展前途，而且赚的钱也并不多，他想来想去就辞职不干了。那个时候的香港还没有回归祖国的怀抱，正处于各个江湖帮派分割据地的时代，所以也因此产生了很多特殊的工作。这些工作虽然赚钱很多，但是承担的风险却也是很高的。年轻气盛的陈奎安书读的不多，那个时候见识浅薄，只图赚快钱，多赚钱，所以因此结识了这类人，也因此为后来身陷囹圄埋下了祸因。他当时做的工作就是在歌舞厅维护安保的工作，阻止小混混们闹事，而且还要经常帮老板去向欠债人讨债。这样的工作自然要经常与人发生争执，甚至还要经常打架。这样的工作自然是早晚会出事的。某一次，因为他们去讨债，对方是个心狠手辣的角色，两队人马僵持不下，因此就用武力解决。陈奎安这边去的人不多，算上他本人只有4个人。眼看着对方人多势众，4个人迫不得已只好用武器增加胜算，这样一来自然就伤了人。这个篓子捅得不小，引来了警方，大家四散而逃。众所周知，陈奎安虽然长得不好看，但是辨识度却很高，所以警方第一个抓到的人就是他。不过陈奎安是一个很讲江湖义气的人，4个人犯的事他却一个人全部承担下来。结果年仅17岁的陈奎安因为这一份江湖义气被判处了4年有期徒刑。这时的陈奎安已经结婚，且妻子还怀了他的孩子。入狱的那一天，他的儿子也出生了。入狱期间，妻子经常带着孩子探望，面对经常叫他坏人不管他叫爸爸的儿子，陈奎安既感到心酸，又悔不当初。他痛下决心，一定要好好改造，争取提前出狱，以后做个正当营生，做一个好爸爸，成为儿子的骄傲。有了这个盼头，他顿时浑身充满了动力。浪子回头金不换，由于他的积极改变，他果然心想事成，提前1年半就出狱了。出狱之后，江湖上的前任老板感念他的这份豪情，主动邀请他回帮派做事。面对高酬和江湖地位很高的待遇，他却一口回绝了，因为他想做一个好人。他回到邵氏，捡回了当年自己没看上眼的勤杂工，他要安分守己的从头做起。从哪里做错了选择，
就要从哪里回归正途。这次他选择对了。正所谓万丈高楼平地起，影视圈也是一个名利场，在这个圈子里混，只要肯吃苦，自然就会得遇贵人和机会。陈奎安遇到的第一个贵人是圈子里非常有名的人物，他就是武打明星梁小龙。梁小龙曾经在周星驰的电影《功夫》中扮演火云邪神。梁小龙跟陈奎安相熟之后，曾经仔细端详了一下他的面相，哈哈大笑，为他指点迷津：你的这个相貌不错啊，长得这么凶的人非常适合演反派人物啊，一语惊醒梦中人。经过高人指点的陈奎安，从此在反派人物这路上开始一路狂奔。梁小龙给陈奎安找了一些反派角色，虽然都是一些小角色，但是却也让他从此告别了电影厂找勤杂工的工作，成为了一名演员。小演员跟大明星的片酬自然是天壤之别的。刚开始的时候，陈奎安每天只能赚到60元港币，好的时候也只能赚到100多元港币。即便如此，也比之前扛摄影器材好多了。就这样，随着参演影片数量的增多，陈奎安的演技也越来越纯熟。凭借一张凶神恶煞的脸，他在反派人物这条路上越走越顺，渐渐的在业内小有名气了。找他拍戏的人也越来越多。正当这个时候，他也遇到了生命中的第二个贵人，这个人就是李修贤，影视圈里相当有威望的人物。李修贤不仅是一位资深演员，同时还是著名的导演。周星驰在没有成名前，还曾经在他的麾下效力过。由此可见，他在影视圈中的地位可是相当贵重的。受到他赏识的演员走红是早晚的事。就这样，陈奎安在吕修贤的重用下，在1985年迎来了他事业上的第一个高峰。他凭借在《吉人天相》中扮演的大傻一炮而红。由于这个人物形象深入人心，无论是圈里的同行，亦或是圈外的粉丝和观众，都将他唤作大傻，以至于大家后来都渐渐忘记了他的本名。无论如何，陈奎安凭借这个角色一举晋升为反派角色中一线男演员的咖位。贵人李修贤的助力自然是功不可没的。1年后，他在影片《皇家饭》中再次以大傻这个称呼出镜，成功扮演一个反派大佬。凭借这个角色，他再获殊荣，成功斩获香港金像奖最佳男配的桂冠。有了奖项的加持，业内人士的肯定，他合作搭档的演员咖位也越来越大牌。陈奎安跟周润发、张国荣曾经搭档合作《英雄本色》，在此之后佳作频频，《监狱风云》、《赌神》、《古惑仔》等等一系列经典港片当中都有他的精彩演出。反派人物演得越到位，越能衬托出正派人物的光辉形象，所以陈奎安在娱乐圈中也是一个人见人爱的人物。由于找他拍戏的剧组越来越多，最忙的时候他一天要赶往6个剧组拍戏，一天有12场戏要抢着进度拍完。陈奎安的身价也是水涨船高，薪酬最高的时候一天进账50万港币。不过名利双收的他并没有因此膨胀，知恩图报的他多次在公开场合感谢提携自己的2位贵人，一位是梁小龙，还有一位就是李修贤。陈奎安虽然是经常扮演坏人的演员，但是现实和生活中他却是一个热心肠的好人。他还做过张家辉的保镖，目的就是为了保护这位同事不受到勒索和人身攻击。当时模特圈里的陈淑兰刚刚转行想往影视圈发展的时候，陈奎安也施以援手，认她做干女儿，防止她被欺负。这样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。他乐于助人的行为也被圈里人戏称，说他是个假坏人。陈奎安的老家地处农村，懂得感恩的他经常回乡探望父老乡亲。由于他经常帮助家乡人，还被村民推选为村长，他将全部热情奉献到家乡的建设当中，并且分文不取。作为村长，连工资都不要，这样的陈奎安自然是走到哪里都是受人喜欢的。陈奎安在娱乐圈中好友遍地，成龙、刘德华、张家辉、黄日华、曾志伟、谭咏麟等人都是他的生前好友。
陈奎安一直以来是家中顶梁柱，儿子失业，父母早已休养在家，孙儿吃住读书都需要他来负责。有几年是他的低潮时期，只有份在几套电视剧和几套电影中穿插演出，要靠到内地登台帮补收入。可惜登台机会不常有，每场份得几千块，一年挣10几20万，同清道夫差不多，有什么用？买盐都不够。我要养阿爸、阿妈、老婆，还有车，每个月开支都得4万块。常言道，好人一生平安，然而这句话却并没有落实到他的身上。陈奎安在拍摄喜马拉雅星期间，他感觉身体异常，但他并没有在意，不想因此耽误剧组拍戏的进度。正是因为这个过于敬业的选择，才耽误了他治疗疾病的最佳时机。剧组杀青之后，他去医院检查，这才发现自己患上了鼻咽癌，而且还是晚期。经过5年的治疗，陈奎安的积蓄已经所剩无几。陈奎安自问一向待兄弟不薄，只要他们有困难，就定会解囊相助，因为他深知对方若不是走投无路，是绝不会开口向他借钱。可是陈奎安却在患病时遭到朋友背弃，由于治疗癌症的医药费实在太庞大，陈奎安曾想过向朋友借钱，但由于自尊心太强了，终究开不了口。但有些人还没等到陈奎安开口，就已经想避开。陈奎安说，幸好我1分钱都没有问别人借过，如果不是以前赚够这笔医药费，我现在早就倾家荡产了。后来陈奎安想到要打电话给尹志强，因为他也患过鼻咽癌，想听听他这个过来人的意见。当时尹志强说，药费没问题，我出。元彪、曾志伟则送来灵芝给他吃，还有个大佬找上门来，并非是趁火打劫，而是叫手下的人给他送来150万现金。陈奎安出院后，把钱原封不动地还给了他。这笔钱的数目太大了，他不想欠人家人情。陈奎安不仅拒绝大佬的帮助，就连向银行借款也不愿意。原来陈奎安生前有2任妻子，分别是大房冯月华，一直和婆婆同住，儿子已经31岁；二房陈美芝平常开设甜品店，和陈奎安的儿子现在年仅6岁。他担心自己某天不行了，还留下一屁股债要家人帮他还。后来陈奎安于2009年去世，享年54岁。陈奎安如此为家人着想，可当他去世之后，他的大儿子做的事情却着实让人寒心。陈奎安生前好友罗家英接受采访时爆出猛料，称大傻的大儿子不厚道，独吞父亲遗产，害得小儿子无钱接受好的教育。这是他们的家务事，我们作为朋友不方便过问，因此只好通过筹集基金的方式来帮助小儿子了。罗家英这样说道。罗家英、谭咏麟和大傻原先都是香港明星足球队的队员，情谊深厚，都知道世事无常，人心莫测。可谁想陈奎安一生仁义，儿子却是如此行径，败坏门风，真叫人寒心。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，这位曾经风光无限的影帝，在去世后，儿女们竟然都不愿意为其扶灵。陈奎安逝世10几年后，2房妻子的生活状况也变得截然不同。陈奎安出生在香港的贫民窟区，家里还有4个兄弟姐妹，一家子生活的准则就是能用天然环境解决，就坚决不花钱。这样的日子一直过到陈奎安13岁那年。那一年，他作为家里的老大哥，自觉选择承担养家的责任，跑到村外的镇子上做工赚钱。可一个13岁的孩子，饭不少，吃活不能干，有几个店家愿意录用呢？陈奎安经历过好几个鸡贼老板的陷害，心灰意冷之下，只得回村再做打算。巧的是，当时在邵氏工作的表哥正好回村探望亲戚，他看着人高马大的陈奎安，给表弟指了条明路，跟着我干吧，只要你能出力。没有出路的陈奎安只得跟着表哥去了邵氏，通过搬摄像机和器械道具，一个月可以赚到60多块。陈奎安的心里是满足的，他想着自己只要勤奋能干，凡事多出力，哪天就能升个职，再涨个20-30块的，一家子的日子就能有明显的改善。可惜他在邵氏待了5年，光低头出着傻力气，拍马屁、送礼物、处人情他都不会，就眼睁睁地看着啥活不干就会投机倒把的人升上了职。
这人还对他百般苛刻，长这个样子，能在这般器材，你都算享福了，知道吗？陈奎安当时就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，教训了这个助理一顿。周围不少人瞬间围了起来，还有人去叫别人看热闹。冲动的后果就是陈奎安当场被人斥责，卷铺盖滚蛋。不过走出邵氏大门的陈奎安没有想到，他一出门就有一位戴着墨镜、穿着黑西装的人等着他。陈奎安是吧？我们大哥要见你。后来陈奎安被这位大哥赏识，紧接着把他安排成了舞厅保安，1个月还开出了600块的高薪。可天上没有掉馅饼的是，高额的薪酬背后藏着卖命的行当，那就是当打手。穷怕了的陈奎安毫不犹豫地接下了这档子活，特别是在他听闻表哥升职后，1个月也才拿着200块的工资，更是坚定了他当马仔的信心。陈奎安个子高，还长得凶，往舞厅门口一站，直接成了个招牌，那些小混混也就不敢来闹事了。后来他越混越好，不仅成了保安队的2把手，还能拿上不少兄弟送的礼物。陈奎安抽着名牌烟，带着一堆小弟呼来喝去，别提有多威风。大哥陈奎安有了牌面后，就被兄弟起哄要讨个嫂子来。这时温婉贤惠的冯月华就进入了陈奎安的视线，他利用自己的大哥派头，很快就追到了冯月华，由此2个人完婚。婚后冯月华一心在家生儿育女，陈奎安拿着不菲的薪资贴补自己的小家和兄弟姐妹的大家，日子过得也是不错。成婚后1年，冯月华在医院临近生产，陈奎安却在外面被警察按压在水泥地上，随后就被拘捕。舞厅的老板怕陈奎安供出自己，还多方派人去打听情况，结果却听人传话，他说这件事都是自己一个人干的，没有小弟和同伙。原来陈奎安惦记着老板的一饭之恩，一直就想着如果自己哪天在河边失了血，也不能供出老板和兄弟来。这一举让整个舞厅的人都很感激。不过陈奎安在兄弟这的仗义，就是对妻子的绝情。当他被审判要蹲4年大牢的时候，妻子冯月华正孤身一人在医院生产，这件事对准妈妈的冲击力可见一斑。中途冯月华带着儿子前去监狱探监，喜从中来的陈奎安想要逗逗儿子，却从孩子的嘴里听到了坏蛋2个字。小孩的无心之言就像一道雷劈在陈奎安心上，他开始为自己的身份自卑，想着自己以后一定要担起一个父亲的责任来，为孩子做正面榜样。所以后来陈奎安就在狱中多多劳动，提前被释放了出来。出狱当天，舞厅老板和一堆小弟去接了陈奎安，陈奎安却一把磕在地上，大哥，这份活我以后不能再做了。舞厅老板什么也没说，双手扶起了陈奎安，给他塞了1000块钱，让他好好陪陪家人就离开了。一个陌生人能为自己蹲几年大牢，这份情这份义必须要还呀。不得不说，老板也是个有情有义的人。1个月后，他就把陈奎安再次约到了家里，只为了让他见一个人，那就是武术指导梁小龙。梁小龙和舞厅老板是挚友，2个人有着多年的交情。得知自己兄弟出狱后，老板就想着为陈奎安找份正经工作去做，既然他能打架，不如就去做武行好了。陈奎安就此和梁小龙进入了邵氏的武行，日常就是做一切武术表演的动作和替身。他的薪资也和原来做保安差不多，毕竟跟着梁小龙是背靠大树好乘凉嘛。1985年在武行以凶出名的陈奎安接到了吉人天相的戏约，他需要在这部剧里演一名反派人物。就这样，陈奎安进入了大傻的角色，和李修贤、廖伟雄同台搭戏。他那种穷凶极恶的长相，加之有点后知后觉的头脑，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形象。不少人看了一眼就记在了脑子里，特别是会演识英雄的李修贤，他觉得陈奎安的演技特别自然，十分符合自己对角色的把控，就有想法把他招至麾下。所以在吉人天相拍摄结束后，李修贤还多次提携陈奎安，给他提供了不少关于提升演技上的技巧。陈奎安有些受宠若惊，
对李修贤也非常恭敬。隔年李修贤要拍摄《皇家范》，他赶忙给陈奎安打去了电话：“我这有个角色要不要拍？什么时间在哪集合？我这就过去。”电话那头就听见陈奎安拉塑料袋的声音。李修贤说：“你不问问多少钱薪资？”陈奎安就回到：“您提携我多次，就是不要钱我也得给拍好了。”李修贤一听，内心直接就涌起一股暖流。知恩图报，为人仗义的人，谁能不喜欢呢？整部片拍下来，李修贤不仅开给陈奎安200块一天的工资，还直接认他做了徒弟。只要有我一口饭，你就不会没饭吃，晓得吗？就此，陈奎安成为了李修贤的御用反派。李修贤为陈奎安精心打磨角色，将他又凶又憨的特性发挥到极致。6年，李修贤带着陈奎安拍了上百部剧。最忙的时候，陈奎安一天需要跑6、7个剧组，他的日薪从200块最后涨到50万，一家子都跟着吃香喝辣。这些都归用于李修贤的引路，两个人感情更进一步，这就为后来陈奎安大骂周星驰埋下了伏笔。1993年之前，陈奎安和周星驰还保持着良好的互动，因为当年周星驰也是被李修贤赏识，后来慢慢走红。陈奎安和周星驰算是师兄弟的关系，他就在师哥周星驰的电影《赌侠》和《望夫成龙》中捧过场。不过后来周星驰和李修贤由于彼此的性格都太过强势，出现了不少拍摄上的分歧。周星驰改签向华强的公司，也是李修贤默认的，但两人的关系已然很尴尬了。陈奎安也就和周星驰减少了联系。1993年，周星驰的《济公》上线，一个片段中墙上斗大的字李修缘，我是要杀你，直接激怒了陈奎安。在陈奎安看来，这个片段就是影射自己的师父李修贤，他直接开了发布会，大骂周星驰是忘本的小人。陈奎安是典型的面冷心暖，他的处事人品直到现在还有不少人夸赞。他唯一做的一件糊涂事，就是娶了二房陈美芝，还没有处理好2个家庭的关系。陈奎安在甜品店遇见陈美之后，就起了将美娇娘纳入房中的心思，可大太太冯月华可是不愿意了。自己当年带娃过得那么苦，好不容易苦尽甘来，家财再给外人分一波，这谁能愿意？无奈之下，他将第2个家安在了和大房冯月华相隔甚远的地方，并许诺永不让陈美芝进入程家，只给他点钱养个乐子就算了。不过后来陈美芝也生下了儿子，冯月华的危机感一下子就上来了，就开始多方出招整治陈美芝，是要把家里的财产全抓在手中。2004年，陈奎安被查出鼻咽癌晚期，他因此暴瘦了几十斤，插着管子在医院苟延残喘。门外大房冯月华和二房陈美芝斗得不可开交，他却无能为力。这种折磨一过就是5年。2009年，54岁的陈奎安在医院去世，7天后他的葬礼上却没有一个亲人，只有师傅李修贤为徒弟扶灵。大房冯月华家大儿子在当天去过户所有遗产，二房陈美芝和小儿子1分钱没捞着，还被冯月华赶出了房子，说这些都是陈奎安的安排。后来还是陈奎安的好友罗家英等人掏钱资助了陈奎安的小儿子，让娘俩有个容身之处，小儿子才得以重返校园。从2009年到2021年，大房家的日子过得可谓是纸醉金迷。二房家陈美芝还在甜品店打工，和小儿子勉强度日。可就在2022年，当时成为争遗产筹码的大孙子却突然因车祸去世，大房家的天也塌了，一家子也是肝肠寸断，伤心不已。陈奎安死后13年，两房太太的处境如今双双变成了这样。曾被誉为义薄云天的大傻陈奎安，在去世后不仅没有人愿意为他扶灵，妻儿们甚至因为钱财争得不可开交，小儿子也沦落街头。这样的局面令人感叹不已。回顾陈奎安的演艺生涯，他在23年的职业生涯中拍摄了300多部电影和600多部电视剧，堪称高产演员。在90年代，他正值巅峰，年赚100万。然而
由于他性格过于重情义，常常出资帮助朋友合作慈善，导致晚年生活困顿，财务拮据。陈奎安虽然已逝，但他留下的那些经典角色至今仍被人们怀念，他的面恶心善形象依然令人印象深刻。